到27岁的于承恩独居20年，才真正懂了什么叫活人微死。他那看似阳光的外表下，其实藏着的是一层化不开的忧郁。我独居有20年，从幼儿园开始，幼儿园就是住宿，一直到现在。于承恩的独居从年幼时便已开启，当别的孩子还在爸妈怀里撒娇耍赖，他却要独自面对生活里的琐碎，常年缺少家人的陪伴与温暖。于承恩早已习惯了一个人的孤独，就算和妈妈姐姐坐在一起，也浑身都透露着不自在。那种疏离感根本不像家人团聚，更像是3个互不熟悉的人被迫同框。更让人心酸的是，妈妈对自己的儿子了解少得可怜。乖巧。然后呢？这么匮乏，乖巧还有什么？不是。然后呢？听话。于承恩的失望全都写在脸上，在家人眼里，他永远是乖巧懂事、不用操心的孩子。几句简单的评价就是对他全部的定义。长期缺乏家庭的温暖与滋养，于承恩的生活里从头到尾都透着冷清。早上起来没有一口热饭热菜，他就直接从冰箱拿冰水喝。你们之前住过去的时候，有没有关注到，比如说他起床之后拼命的喝饮料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，就是现在看到我才知道。在观察室嘉宾看来无法理解的行为，却是于承恩坚持多年的日常。仅仅一个早上，他就喝下4瓶冰水，连节目组采访时都忍不住追问原因。于承恩只说自己控制不住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。控制不住自己喜欢喝一些冰水啊、冰饮料啊，然后特别喜欢喝一些看似健康的植物饮料。因为常年独自生活，于承恩对吃几乎没有任何欲望，不做饭不点外卖，生活状态就是冰箱里有什么就吃什么。冷冻柜里堆满了看不出原样的黑色包装食物，他随手拿一包连袋子都不拆，直接丢进锅里煮。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是特殊材质，最后被姐姐一句话点破。包装是不是要拆？它包装不会有毒吗？你看他不知道。他每天吃，他应该知道吧？不是，他不开火的。煮好之后，于承恩才拆开包装，把里面的东西倒进杯子里。对食欲极低的他来说，加调料讲究味道都是多余，吃饭对他而言只是为了维持生命。镜头里的他眼神空洞无神，咀嚼的动作机械又麻木，任谁看了都会忍不住心疼。那有味道吗？没有味。我早餐没办法这样吃，至少要一点调味。你看他吃的那个表情，好可爱的。对，所以说他是人机。感觉又养生又可怜。对。所有人都知道于承恩有着严重的洁癖，可妈妈和姐姐来小住时，却总爱故意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。他们甚至还会在于承恩面前吃他最无法忍受的榴莲，那种在他眼里堪比生化武器的食物，只要闻到味道就足以让他崩溃。可面对妈妈和姐姐，于承恩始终没有反抗的底气，只能等他们走后再请保洁上门。我们每次去都会把他家里搞得乱七八糟，然后我妈还会吃榴莲，她会叫保洁把冰箱全部清洗一遍。我们走了以后，特别洁癖。观察室的嘉宾连忙打圆场，说爱干净的男生很加分，更何况于承恩还长得这般帅气。这话一出，姐姐立刻不满，直言在家人眼里弟弟一点都不帅。我觉得他不是一般的帅。我觉得他不帅。你这样依然看不出来他帅吗？还好吧，还好。帅成这样完全没感觉。没有感觉。而观察室里的妈妈从头到尾没说过儿子一句好话，旁人劝他多给于承恩一点鼓励和肯定，于妈妈却觉得夸多了人会飘。人人都说独居是自由，可于承恩的独居从来都是身不由己。